去年4月，也就是9个月前，当马克·卡尼当选我们的总理时，我真心觉得他会是一个糟糕的加拿大总理，但我从没想过他会在最近几周做出这些事。他最近对美国挑衅，而美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我们国家军事上的主要捍卫者。我们甚至连一个中国的气球都打不下来。然而，这位总理却认为，反复冒犯我们最好的客户是一个好的策略。他最近说了那些关于加拿大人需要成为我们自己最好的客户的空话。要知道，阿尔伯塔省是加拿大最大的牛和牛肉产品出口省份。其中大部分出口，比如超过80%，都销往美国。我们不可能通过自己消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其他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省份，我们无法消费萨斯喀彻温省生产的钾肥，我们无法消费我们矿山生产的矿产和矿物，我们无法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谷物产品、油脂、硬粒小麦、大麦等等，以及豆类作物。我们无法消费我们木材厂生产的所有2×4和2×6规格的木材。这位总理竟然认为，首先冒犯我们最好的客户。一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地理位置上离我们最近的客户是一个好主意。其次，在一个以出口为基础的经济体中，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让我们自己消费掉所有的出口产品。这简直是极其危险的愚蠢行为。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艾伯塔人面临着一个独特的选择和机会。卡尼总理正在让加拿大这艘船沉没，这对任何客观的观察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他正在危及我们的经济，他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不断累积债务和赤字，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了负担，推高了生活成本，导致通货膨胀，并造成了其他经济困难，剥夺了加拿大人以及我主要关心的艾伯塔人过上富裕生活的机会。因此，艾伯塔人正面临着一个独特的历史时刻。我们面前有一份正在进行的请愿书，要求在10月举行独立公投。这份请愿书进展顺利，我稍后会对此进行更多评论。但请记住，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独特的情况。加拿大最高法院在1998年关于魁北克的参考裁决中，为任何省份寻求独立指明了一条道路。他要求全省范围内的投票就一个明确的问题以明确的多数票通过。这会触发2条途径。独立的一条途径是艾伯塔省与其他省份受影响的原住民以及联邦政府坐下来谈判。艾伯塔省将为联邦政府在艾伯塔省拥有的5个国家公园、4个军事基地、几所联邦监狱以及其他一些事务支付多少费用，以及联邦政府将支付多少费用来转移艾伯塔人已缴纳给加拿大养老金计划的所有养老金权益等等。谈判这些细节，以及原住民希望根据他们的条约看到什么样的安排。另一种情况是，正如加拿大最高法院在其裁决的第154和第155段所承认的，
联邦政府可能不会履行其善意谈判的义务，并可能采取恶意行为，甚至可能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如果你能想象得到的话，我的意思是，看看这个政府的道德记录就知道了。所以，加拿大最高法院早在1998年就表示，不排除接受与加拿大宪法相悖的单方面独立宣言。现在，对于世界上任何寻求单方面独立的地区或省份来说，要使这条道路可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接受，因为在我们的全球化世界，在过去几百年的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的整个概念就是其他国家是否会承认它，对吧？承认一个地方是一个国家。美国通过艾伯塔繁荣项目公开的会议已经发出信号，美国国务院显然表示，美国相信人民的自由意志、自决权和民主进程。如果艾伯塔人决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美国将予以承认，并且据了解，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也会承认，其中之一将是以色列，因为请记住，关于其他国家单方面宣布承认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概念，有一个非常近期的先例，最好的例子就是马克·卡尼本人。在2025年9月，在没有议会投票或任何其他民主方式的批准下，宣布加拿大政府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的独立。这样做导致以色列人质被扣押的时间比原计划更长。注意，当时川普政府正在推进的中东和平协议，所以先例是存在的，而10月公投成功的一个结果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估计是2到3个月，因为这实际上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复杂。因为请记住，艾伯塔省政府需要从联邦政府接管的所有服务，联邦政府实际提供的少数服务，比如边境服务、军事、货币、几所联邦监狱等等。艾伯塔省的大多数监狱都是省级管理的，而护照办公室已经有现成的流程，已经有现成的人员。就像你看到2家公司合并时，员工从为一家公司工作到为合并的公司工作，他们保留自己的工作，继续做同样的工作职能。他们只是由不同的公司支付工资，他们可能得到不同的制服，或者带有不同标志的不同名片。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所以，我们正处于一个独特的境地，我们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卡尼和10年自由党执政，坦率地说，在许多方面和层面上，摧毁了我们曾经认识和热爱的加拿大，并正在以加速的速度把我们带下这个悬崖，推向深渊。因此，艾伯塔人将有一个选择，他们将有一个选择，是想和这艘加拿大船一起沉没，进一步滑向社会主义和灾难性的愚蠢经济政策，还是想与我们地理上、文化上最亲密的邻居美利坚合众国重续我们的友谊，我们永恒的关系。现在，在美国，传统媒体、川普政府官员、自媒体等等，都在越来越多地讨论关于艾伯塔省的局势。大家似乎都认识到，艾伯塔省在说，不嘛，我们认为激怒我们最好的客户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认识到，艾伯塔省的贸易模式不是东西向的，而是南北向的，是南北向进入美国的。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文化起源是来自美国的。你会偶尔听到美国的一些自媒体人说一些小众观点，比如艾伯塔省将成为第51个州。不，我们不会。而且，即使我希望那样，其实我不希望，而那也不会发生，因为有一个非常实际的原因，它不可能发生。在美国，国会必须投票同意接纳艾伯塔省成为第51个州，民主党人也必须投票赞成，才能达到所需的票数门槛。
然而，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希望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成为州，所以他们会说，如果你共和党人同意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都成为州，我们就会同意艾伯塔省成为一个州。这里有一个问题，对于任何研究美国选举权力分配的人来说，这都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华盛顿特区和波多黎各是蓝色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民主党的，考虑到他们将在国会两院参议院和众议院获得的席位数量，这将扭曲美国的选举权力平衡，并可能阻止共和党人再次执政，所以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开始。尽管川普总统喜欢沉思并发表挑衅性言论，但简单的选举数学行不通的。艾伯塔省不可能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那些呼吁艾伯塔省独立的人也不是在呼吁艾伯塔省成为第51个州。我们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国家，在那里我们可以实现我们的潜力，我们可以释放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停止渥太华这些疯狂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极端主义。我们可以让渥太华的膝盖离开我们的脖子，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幸福繁荣的未来。我们知道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摆脱渥太华的控制。我们正面临着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机会，这与加拿大最高法院制定的法律途径相结合，也与获得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几十个国家的独立承认的机会相结合。所以就是这样。现在你们会看到人们排长队签署请愿书，这很鼓舞人心。我再次有机会与全省不同地点排队的人们交谈，他们都说着同样的话，那种希望，那种兴奋，那种坚定的决心，以及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或者我这样做是为了我的孙子孙女，所以这很棒。但是你们会开始看到排队的人数减少，甚至几乎消失。原因在于，唯一能见证你签署请愿书的人是经过审查和批准的拉票员，他们有带编号的拉票员徽章和艾伯塔省选举局的身份证明。艾伯塔省选举局必须批准这些拉票员。之前有一些积压，但现在已经有数百名拉票员获得批准，未来几周还会有数百名获得批准。目标是达到数千名拉票员。你们可能在埃德蒙顿的活动中看到，他们可能只有4名拉票员在签名，而现在你们会看到科克伦一个活动的照片，那里有14名拉票员。所以我注意到，我记不清是在哪里，我想是在埃尔德里，他们刚刚设置了一个免下车的服务系统，有人设置了它。所以你只需把车开过去，他们设置路锥、安全背心，所有这些都组织得井井有条。你甚至不必下车，你必须出示你的身份证明。拉票员会确保你正确地完成了签名，所以签名会变得越来越容易。你会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拉票员，永久性的店面正在开设签名。他们周一到周五或周一到周六开放，有固定的营业时间，所以你可以进去签名。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让尽可能多的艾伯塔人了解我们在马克卡尼和他的新的自由党政府的鲁莽领导下所走的危险道路，他们和旧的自由党政府是一样的，并且让人们了解艾伯塔省拥有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的独立国家的绝佳机会。